当地时间9月5号中午，英国迎来了6年内的第4位首相，前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以绝对的优势击败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性保守党党魁和首相。然而，她却没有多少时间开香槟庆祝。目前，英国从能源危机到财政困境，再到外交僵局，一系列的政策难题将考验英国新首相的抗压和应变能力。有英国媒体就分析，特拉斯面临着一个堪称地狱难度的首相剧本，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又一名短命首相。特拉斯竞选时就在筹集近1000亿英镑补贴高企的能源价格，老百姓们又会否真的有获得感？一起通过短片洞察关键。I give notice that Liz Truss is elected as the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We'll come up on stage. 当地时间9月5号，英国新首相特拉斯在获胜讲话中感谢保守党组织了历史上最长的工作面试之一，并称将在2年内兑现提出的目标。当选当天，他在推特上再次重申：“我将采取大胆的行动，让所有人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发展我们的经济，释放英国的潜力。”不过，在这条推特下面的评论却对他的当选持较悲观和失望的态度，甚至有不少人直接喊话下台。9月6号下午5时，特拉斯在首相府唐宁街10号前发表了他作为首相的首次演讲。他称，当下英国正处在关键时期，他会优先解决能源、经济及医疗服务3个问题。We will transform Britain into an aspiration nation, with high-paying jobs, safe streets, and where everyone everywhere has the opportunities they deserve. 当天早些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接见了离任的约翰逊，并会见特拉斯，正式任命他为新首相。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女王首次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接见新首相。按照传统惯例，女王一般会在白金汉宫或温莎城堡任命首相。唯一的例外是女王在1952年继位后，从非洲回到伦敦，在希斯罗机场接见了于1951年赴任相位的英国2战首相丘吉尔，并举行了吻手仪式。在接下来的70年里，这一惯例从未被再次打破，直到昨天，英女王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举行了首相任命仪式。白金汉宫给出的官方解释是，女王目前正在苏格兰度假，碍于身体原因，才决定将任命仪式安排在苏格兰。但是这个理由并没有说服所有人，不少民众将这个举动和苏格兰闹独立联系了起来。近日，苏格兰再次提出独立，甚至定下独立公投日，2023年10月19号。闹独立的原因正是英国近2年的种种决策伤害到了苏格兰的利益。目前，苏格兰是英国发展最好的区域。据民调显示，70%的受访苏格兰民众认为，英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拖累了苏格兰的发展步伐。而英国内部爆发的疫情也不断让英国经济面临危机。英政府甚至将苏格兰周边的油田收入都强制纳入国库，这更加重了苏格兰民众的担忧和不满。苏格兰在英国呼吁对华态度强硬的时刻，开通了一条对中国的海运直航航线，形成鲜明对比的对华态度，让英国政府更担忧苏格兰的一心。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尼古拉斯·特金在特拉斯当选的消息出来后，直接对媒体表示，特拉斯不是苏格兰人投票支持的候选人。不仅如此，特拉斯在党内的当选似乎也缺乏说服力。自7月13号开始，英国保守党党团用1周时间进行了5轮内部投票，特拉斯只获得了113名议员的支持，占总数的31.6%，而他的对手苏纳克则获得了137票。本次选举最后1轮投票是由全国交党费的保守党普通党员们进行公投。据统计，英国各地保守党党员共计只有不到20万人，仅占全英国总人口的约0.3%。在这一轮投票中，特拉斯却击败了苏纳克，但也不如预期般压倒性胜出，是1998年保守党修改选制以来得票最低，也是首位得票不超过60%的当选人。特拉斯成为英国第1位在议员投票中没获胜却被基层党员送上位的首相。这场党魁选举是由英国前首相约翰逊7月初宣布辞去首相和保守党党魁职务所触发的。从2007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辞职开始，英国鲜有首相坐满任期功成身退。布莱尔的继任者布朗虽然完成了短暂的首相任期，但却输了大选，从党魁之位辞职。接下来的卡梅伦因脱欧辞职，接手的特蕾莎梅也因为无法处理好脱欧事项，最终让位于约翰逊。
今年1月，约翰逊及其内阁团队被揭发，在英国2021年因疫情实施封锁期间，违反自己所制定的防疫规定，多次举办派对及其他聚会，成为了首位在任期间违法的英国首相。最后，约翰逊因层出不穷的丑闻被迫辞职。外界普遍认为，目前几乎没有蜜月期来留给新政府过渡，而一旦有任何的处理不慎，都可能导致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一方面，英国经济当前已经濒临滞胀的深渊。根据英国政府8月公布的数据，英国就业员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3%，已经连续9个月环比下降。7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10.1%，这不仅是40年来的最高值，也是同期7国集团中最高的通胀率。I've actually been driving this car for almost 12 years. It's the same car that I was driving when I was at university. It used to cost £35 to fill up the tank. It's a really old car, as you can see. Now it costs almost £60, so it's doubled. Still going, look, 63, 64, 65, 66. So a pint of milk, they used to be 50p, but cost of living has risen this now to 80p. And guys, it's £5 for some butter, this one. This meat actually has a security tag on it to prevent people from stealing it. Yes, and I also have this ribeye steak, which is $7.25 now, and they've put a security tag on this. 英国国 Off. But what else do you cut down on? I mean, thank God for the good weather. Then I haven't got to have my dryer on. And you can't get much washing when you've got 2 babies in the house, and you're washing every other day. You say you're not cooking as much, so what are you eating? Sandwiches. Does it keep you awake at night? Yeah. Might get an hour's sleep. Just worrying. Yeah. 近期，许多付不起电费和燃气费的普通英国民众已加入到一项不付钱运动的倡议之中。该运动目标是在10月1号前聚集100万人，以呼吁英国电力和天然气公司将价格降至合理水平。他们聚集在能源监管机构大楼外抗议，并当街烧掉能源账单。Freeze profit, not people! Freeze profit, not people! Energy price cap rise, which has risen to over £3,500, is intolerable for working people, for people in poverty, for people out of work in Britain right now. I'm here because our parliamentary political parties have failed us, continue to fail us. Whether Labour or Conservative, they offer no solution to the people already in poverty and in worse situations, and to the people who will be put into poverty.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领导人称，英国将面临人道主义危机。今年冬天，有很多家庭不得不在取暖和食品之间做绝望的选择。英国在野党自由民主党议员克里斯蒂娜·贾丁说：“家长们不得不在取暖和喂养孩子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一个全国性丑闻。”苏格兰人报发出严厉警告：随着能源费用上涨，生活在偏远地区或贫困家庭的人们可能会冻死或饿死。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消息指，特拉斯正在考虑在今年冬季将英国几百万个家庭的能源费冻结2年，并由政府暂时补贴电力公司的损失，总价值约1000亿英镑。而且，特拉斯还计划向英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发放大约130个许可证，开发英伦三岛附近的油田。不过，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特拉斯这么做是徒劳的，因为从现在开采再到安装海上石油设备，最后提炼石油，最快也得3到5年时间。根据英国调查公司 YouGov 的最新调查显示，只有12%的英国人认为特拉斯会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人，有52%的人认为他会表现得非常糟糕，大部分人认为他将是自撒切尔夫人以来表现最差的首相，甚至将输给他的前任约翰逊。根据伊索普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英国新任首相可能将面临立即在圣诞节前提前举行大选的压力。51%的成年受访者支持在今年举行大选的提议，只有20%的人持反对观点。调查的参与者将生活成本危机列为了支持在年内提前举行大选的主要原因。目前，随着政坛闹剧的不断发酵和通胀的全面失控，在部分民调中，英国保守党的支持率已经落后于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有分析认为，目前特拉斯虽然当上了首相，但地位极不稳固。因此，若举行全国大选，特拉斯是否可能胜出还是未知数。英国现在并不是日不落帝国时代的英国，它没有肌肉，
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却要凭借放狠话去吓唬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明智的表现。而且特拉斯他在1年半以后，也就是在2024年就要面临新一轮的英国大选。目前在民调方面，身为执政党的保守党落后于反对党工党。在1年半之后，如果英国经济不能够好转，甚至出现了滞胀的局面，那么英国工党呢是很有希望在下一次英国大选之中战胜英国保守党。那特拉斯呢，注定只会是一个唐宁街10号的过客，在短短的1年半时间之后呢，他可能就会离开首相的位置。外界普遍认为特拉斯可能没时间庆祝，因为他面临着地狱难度的首相任期剧本。您觉得他目前最大的难题会是什么呢？高先生。毫无疑问，他面对的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恐怕是英国几十年来的政治历史上所没有的。大家都知道，在今天整个欧洲新一轮的能源危机袭来，所以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也包括英国，我们看到通货膨胀高居不下，英国尤其之高。所以特拉斯在竞选当中在就职演说当中反复用一个词叫 deliver， 他说我们一定要给予民众怎样怎样的政策支持。但是我个人觉得，鉴于今天的一些我称之为叫基本的结构性的政治因素根本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英国今天在对内对外政治当中，它的可以腾挪的空间非常的有限。新任首相特拉斯在竞选中有着许多政治抱负，包括应对生活成本、增加国防开支和减税等。有趣的是，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在报告中盛赞前任财政大臣苏纳克的增税措施，称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保护了英国的财政状况，使其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以您对英国经济的了解，您觉得目前英国政府究竟需要的是增税还是减税呢？王先生，现在的英国的财政状况是非常不太好的可以说是赤字是50年来最高国债占 GDP 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100%。可以说这政府是没有钱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你增税那么增谁的税？那增的是肯定是我们讲说刚才说的这些保守党基础选民的税那他们是反对的。那么特拉斯呢代表这些人上来，那不可能不为这些人利益说话但是呢，如果不增税，特拉斯说的补贴能源账单，这个钱哪来呢？所以对于特拉斯来讲，他的减税政策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么当然了，苏纳克他提的增税政策，其实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所以到底是增税还是减税，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条件。但至少在苏纳克的眼里，他就讲了一句话，说现在特拉斯的这种所谓的减税的经济计划、振兴经济的叫虚幻经济学，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根据调查公司伊普索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51%的成年受访者支持新首相在2022年举行大选，只有20%的反对。您认为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有多大，王先生？那么从特拉斯的意愿看的话呢，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做一个我们讲说希望成为一个强势的首相，像撒切尔夫人一样。但是呢，他毕竟呢是没有经过大选的，他是走党内程序上来的。也就是说呢，他可能在无论是在下院的保守党议员里面，尤其是在整个议院里面，他可能的权威性都还是不足的。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如果能够经过大选，能够在议会里头让保守党执掌多数，那他的话语权会更强，对于他实现自己的抱负是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要看现实的条件，他具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对于特拉斯来讲呢，他如果是现在就提前大选的话，或者说在未来的可能一段时间提前大选的话，那么他要有保证能赢。如果他不能赢的话，那他就是一种冒险。其实就像梅首相一样，结果就输了。结果保守党反而失去了在下议院的这种优势，那么成为了一个跛脚的政府。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讲说政治冒险。对于特拉斯来讲的话，他要看形势而动。1975年，特拉斯出生于牛津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坚定的自由派人士。在小学时期，特拉斯在学校排演的戏剧中扮演英国最著名的保守派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回想，这似乎暗示了他未来的政治倾向。从政之后，特拉斯一直全力模仿撒切尔夫人，打造强硬、拒绝妥协的行事风格。甚至在穿衣打扮上，特拉斯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风格也颇为相似。
作为一个出生于左翼家庭的高材生，特拉斯是如何改变立场，成为顽固保守派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内外交困的英国将走向何方？他的外交政策又如何影响英国与欧盟、美国之间的关系？一起来洞察关键。在利兹读中学期间，特拉斯第一次接触到了右翼政党自由民主党，并参与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毕业后，特拉斯考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攻读王牌专业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并担任牛津大学自由民主党主席。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段呼吁英国废除君主立宪，走向共和的言论。这也让特拉斯在英国第3大政党自由民主党内有了名气。但也是在牛津的那段日子，特拉斯做出了叛逆的决定，加入保守党。但是他加入保守党的决定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父母。得知此事后，他的父亲非常震惊，并且无法接受。甚至在多年后，当特拉斯竞选议会席位时，他的父亲拒绝出面为他站台，而是留在家里修剪草坪。毕业后，特拉斯在能源和电信行业工作了10年，开始涉足政坛，先后担任过议会副国务卿、司法大臣兼大法官、财政部首席秘书、妇女和平等事务国务大臣和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机会主义的政治风格还体现在他在对于脱欧问题的转变上。脱欧公投期间，特拉斯先是为留欧派呐喊，在《太阳报》上撰文称，英国脱欧将是3重悲剧。向欧盟出口时将面临更多规则、更多形式主义和更多拖延。但2019年，特拉斯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脱欧派，认为英国脱欧提供了一个改变事情运作方式的机会，呼吁英国抓住脱离欧盟的机会，推动经济转型。也因此，特拉斯被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重用，成为了外交大臣，也成为了约翰逊推动脱欧、实行全球英国战略的代言人。46岁便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她，是继工党玛格丽特·贝克特后，英国第2位女性外交大臣。在英国正式脱欧的尴尬境地中，特拉斯促成了英国与澳大利亚、日本和挪威的多项新贸易协议，还成功游说拜登政府解除了一些特朗普政府时期对英国施加的单边制裁，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被约翰逊称赞为能办成事儿的人。有一个形容词啊，说他是政治变色龙，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这个人呢，确实是就是在政治上就是有一定的弹性。他为什么从留欧派变成脱欧派吧？我觉得他首先他还是觉得，在2016年，英国民众通过这个全民公投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最后略为多数的人认为英国要脱欧。那他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执意的坚持留欧，就会被批评，被指责为违背民意。另外呢，等他变成脱欧派的那个时候，当时保守党政府主流也是要求是推进脱欧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特拉斯呢，他自己也是有一种审时度势吧，所以他就强调我这时候为什么要支持脱欧，他做了很多自己的辩解，也是在为脱欧去做宣传，去做鼓吹了。 Have you dreamt about being Prime Minister as a young woman? I didn't even dream, Camilla, that I'd ever be sitting in this august position. When I was at school in Leeds, even being an MP was a remote hop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t's not a denial. It is not a denial. 从小，特拉斯就不服输。一家人下棋的时候，如果棋盘上大势已去，他宁可中途退出，也不肯认输。这种思想似乎也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当他2021年成为外交大臣时，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他没有否认想当首相的野心。他经常质疑欧盟的决定，还坐进坦克车内指责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并积极地推动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除了打扮上模仿撒切尔夫人，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特拉斯在7月已经着手拟定撒切尔计划，提高首相办公室的财政政策控制权，意图启动30年来最大的经济改革。他已宣布价值300亿英镑的减税措施，承诺将在上任首相后第1天执行，当中包括降低商业税以吸引投资。此外，他也打算简化繁文缛节的监管流程，以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特拉斯执掌下的英国能否与欧盟、美国等友好相处，也备受议论。今年5月17号，约翰逊政府意图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通过打通北爱尔兰与大不列颠岛之间的贸易壁垒，以避免对该地区掌控力的削弱。其中的推手之一就是特拉斯。I am announcing our intention to introduce legislation in the coming weeks to make changes in the protocol. Our preference remains a negotiated solution with the EU. 于2020年12月达成的北爱尔兰议定书是英国脱欧协议的议定书之一。
根据协议，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之间不设硬边界，欧盟货物自由流动规则和关税同盟规则依旧适用于北爱尔兰。但是，英国大不列颠岛进入北爱尔兰的部分商品需接受海关和边境安全检查，以作为英爱边界的替代。英国卫报分析称，该议定书在事实上将北爱尔兰地区留在了欧盟。北爱尔兰一直是英国政治中的敏感因素之一。北爱尔兰亲英派人士以及英国政府认为，北爱尔兰议定书加剧了北爱尔兰与英国离心离德的局面。在今年5月，一直寻求脱英的北爱尔兰新芬党首次赢得地区议会选举，进一步坚定了英国政府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的决心。作为保守党领导人，特拉斯是一个坚定的统一派。今年8月，他在一次竞选演讲中承诺，如果自己接任首相，他将永远不会允许英国家庭分裂。And to me, we're not just neighbours, we're family. I will never ever let our family be split up. 然而，英国单方面决定修改该协议，引发了欧盟的巨大不满，并指责英国违反国际法。6月15号，欧盟宣布将针对英国的行为采取法律措施，包括不排除上诉至欧洲法院，并警告英国若执意修改议定书，后果自负。欧盟和英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显然还将继续。有专家甚至认为，若此问题无法妥善解决，欧盟与英国之间很可能会爆发贸易战。国内立法呢，实际上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通过了英国议会下院的表决，现在是需要上院的表决，但预计这个法案通过呢不会很顺利，因为上院那边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就反对英欧关系闹得这么紧张，这个法案可能会拖一阵子。现在来看，特拉斯自己他也是留有余地的，他说啊，我是这么就是坚持我的主张，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的。而欧盟一方面警告说啊，你英国不能强硬，同时欧盟也说了，大门是敞开的，我们可以谈。说我觉得这事儿吧，未必能够走向就是像之前双方所渲染的那种危机的状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曲斌进一步指出，特拉斯表现强硬，更多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考量。特拉斯他这么强硬，他实际上一方面也是一种策略，他想用强硬的方式倒逼欧盟在北爱议定书上让步。比如说欧盟是不是能够在答应英国的一些条件，使英国的很多主张能够就是得以实现吧。同时也是用这种强硬来显示他是一个在对欧方面很强硬的一个人，这样的话也可以讨好党内的那些硬脱欧派，捞取这部分人的支持。8月27号，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多位英国外交官和美国白宫内部人士透露，特拉斯可能推翻北爱尔兰议定书的计划在华盛顿引起不安。据报道，拜登拥有爱尔兰血统，其父母为爱尔兰裔。有消息人士曾指出，拜登与爱尔兰有种亲密感。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民主党人多次表示，他们担心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的部分条款会破坏爱尔兰来之不易的和平。据报道，今年5月，佩洛西曾发布声明，威胁道，如果英国政府执意废除北爱尔兰议定书，美国国会不能也不会支持与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9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北爱和平协议的促成者和担保方。当时98年签这个北爱和平协定，这个美国在后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这个协议的签署是有担保方的，美国和欧盟都是担保方。说美国肯定不乐见因为有这么一个议定书问题，把北爱和平进程就是导致这个进程受阻，产生一些就是他们不乐见的这种局面。另外呢，就从拜登政府来说吧，他也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他不希望英欧之间这个矛盾会破坏西方阵营的团结，因为现在欧洲或者整个西方面临一个如何对待或者对付俄罗斯的这么一个问题。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去年9月，特拉斯就任英国外交大臣后，首次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们的谈话却远超外交范畴。知情人士表示，特拉斯直接质疑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而天空新闻报道，2021年10月，在一次公开会议中，特拉斯直言，美英关系特殊但不具排他性，我们还有其他的亲密盟友。It's special but not exclusive. We've got other close allies as well. 他还直接喊话拜登政府，称美国应该降低对英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友的贸易和关税壁垒。实际上，特拉斯此前与拜登并无过多交集，并不热络。因此，有分析认为，英国新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开启存在一定的困难。
从特拉斯他的这种政治风格上来看，他本人呢说话就比较直白。比如说他在这个英美贸易谈判这个事情上，他就批评美国方面说你们不重视这件事儿，英美贸易谈判进展的有限。你们有很大的责任。他就是在跟美国国务卿对话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些很直白的表述。再另外就是因为这个北爱议定书的问题，也是令拜登政府很不满。基于这样的一些因素吧，我觉得可能特拉斯上台之后，英美特殊关系不会马上变得那么热络，那么比如像布莱尔时期肯定不会到那个程度。9月6号，特拉斯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双方表达已准备好进一步深化美英关系，未来将持续在全球挑战上合作，包括俄乌战争、中国挑战以及伊朗核问题等。拜登对特拉斯接任首相表达祝贺。根据白宫晚间发布的通话摘要，两人在电话中重申美英之间的特别关系，双方皆表达准备好进一步深化美英连接。此外，白宫表示，两人也谈到了北爱尔兰议定书以及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相关的贝尔法斯特协议，但没有透露具体谈话细节。有趣的是，特拉斯上任后的首个电话是打给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话中，特拉斯重申他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首相府表示，特拉斯很高兴接受邀请，不久将出访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会晤。综合英国媒体报道，我们注意到不少舆论将特拉斯和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做比较，甚至认为她将是撒切尔2.0。您怎么看？这两人有可比性吗？实际上呢，从他的这个执政履历、他的这个风格，还有他的手腕上来讲呢，他完全是没有办法和撒切尔相比的。我们知道撒切尔确实是一个改变英国历史、改变这个特别是改变保守党历史的这样一个铁腕的人物。他有20年的当议员的这个经历，然后他当了这个影子，就是在野党的时候担任了这个保守党的这个领导者，他带领了保守党获得了一个选举胜利。然后在这个他当上首相之后呢，又铁腕般的这个推动了英国的这个改革。但是我们知道特拉斯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其实执政的经历呢是非常有限的，他其实更像一个这个政客。此前，特拉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是首席捣乱官，有意打造口直心快、语出惊人的人设。英国民众对他的这种言行怎么看？继上一任非典型首相约翰逊之后，英国人还想看到另一个特立独行的首相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两面来说。第一面要说一下的就是，如果特拉斯不这样子表现自己的话，可能他不会赢得保守党内权贵阶层的注意。所以呢，在进入内阁之后，特拉斯的的确确在内政问题、在外交问题、在涉欧问题、涉华问题、在俄乌冲突上，他都表现得非常的强硬。可以说他是美西方阵营当中、美西方这个集团当中最具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倾向的政客之一了啊。但是这个不是英国民众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啊。毫无疑问，这个Boris Johnson 呢，之所以最后大家咬着他的这个 party 门，咬着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举措不放，最终把 Boris Johnson 先下台根本的原因是英国的社会阶层到英国的政治阶层，他们对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的极具表演性的政治风格已经大为不满。也就是说，英国民众终于忍受不了这样一个极具表演色彩的政客来搅局英国政治。本已饱经风霜、断壁残垣的英国政治经不住折腾。但是特拉斯正是这样一个多少具有一点个性色彩，他被誉为说是有可能出现的第二任撒切尔，对吧？但是他真的能做到吗？我个人并不看好。随着特拉斯成为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他的对华态度也被广泛关注。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援引特拉斯智囊的话称，特拉斯已经承诺，如果他成为首相，将重塑外交政策。根据特拉斯的计划，他将于上任后首次从官方层面把中国从系统性竞争对手调升为英国国家安全的所谓严重威胁，将中国置于英国国安威胁的最高等级，与英国对俄罗斯的定位相似。竞选期间，特拉斯频频打中国牌来博取关注度，这种对华态度在他上任英国首相之后会否延续？未来在他的影响下，中英关系又将走向何方？一起来洞察其中关键。
But what we do need to do is acknowledge that China is a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It's a threat to our economic security. As recently as a month ago, you were pushing for closer trade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This is not something you've advocated in government. I'm delighted that you've come round to my way of thinking. But it's been driven by the Foreign Office, the toughest stance we've taken on China. And my priority is working to promot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to work with our American allies against what are some very severe threats we're facing, including an assertive China, a belligerent Russia. 早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特拉斯就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4月27号，特拉斯在伦敦就英国外交政策发表讲话，在谈及北约战略时，再度口出狂言，称北约应该保护台湾。他说，英国方面认为北约组织应该追求成为一个全球的北约。8月10号，特拉斯竟以英国外交大臣的身份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要求郑泽光大使对解放军台海军演作出解释。对此，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与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进行了会面。在此期间，郑泽光大使再次对英方这一错误涉华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8月11号对特拉斯这一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汪文斌表示，美国才是台海问题的罪魁祸首，台湾当局倚靠美国谋求独立，是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英国这一言论充分暴露其双标和虚伪，对美国挑衅中国的行为视而不见，却对中国维护主权的反击强加指责。英国现在紧跟美国为虎作伥，早已失去作为独立国家的信誉。其实，特拉斯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在中英关系好的时期，他曾表现出明显的亲华倾向。2014年，特拉斯任英国教育部政务次官的时候，曾经到访中国取经，积极推动在英国数学教育中融入中国特色，并曾邀请上海的数学老师到英国去传道授业解惑，促成英中数学教师交流项目。2015年，时任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的特拉斯曾大谈对华友好，还号称要帮助英国某咖啡品牌在中国推广。到了2016年，特拉斯甚至承认中英关系正在进入黄金时期。特拉斯在英国政坛的伯乐就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正是卡梅伦提拔他担任了教育部政务次官，使他能得以进入英国政坛。卡梅伦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来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那他拉近了中英在经贸、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之间的距离。特拉斯作为卡梅伦的教育部政务次官，也多次访华，很现实的帮助中英之间在教育交流等等方面呢有了一些长足的进展。因此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呢，特拉斯也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特征的。但是呢，特拉斯同时呢又有一定的机会主义特征，在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他的意识形态优先的表现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在特拉斯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我们要观察他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要选择哪一条路线。赵晨分析，目前特拉斯正在面临通货膨胀的严峻经济挑战，而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第3大贸易伙伴、第2大投资目的地和第2大外资来源地。中国是英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是英国第1大进口来源国。若特拉斯想缓解国内民生经济问题，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更务实的选择是与中国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从2016年卡梅伦离开唐宁街10号以后呢，英国的对外投资的数额大幅的减少，英国的现在的贸易赤字呢也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因此，如果说英国要想重振经济，它就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我们要观察特拉斯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现状之下呢，他能不能够理性的对待中英。在这一次英国首相之位争夺战中，对华态度也得到不少关注。2位候选人都纷纷选择对华强硬。特拉斯表示，若当选会将中国列入所谓英国国家安全威胁，而前财政大臣苏纳克也扬言将关闭孔子学院。那您怎么看英国政客在对华问题上比狠？特拉斯能胜出，与其打中国牌有多大关系？我觉得跟打不打中国牌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对外强硬既是里子又是面子对内说给这些所谓的保守派的选民听，那么对外呢，当然说给美国听那么英国脱欧以后呢，它实际上呢，
丧失了自己原来在这个大西洋两岸中间这么关键枢纽的位置，实际上它的权力地位是下降的。尽管像约翰逊提出这种全球英国的这种口号，但实际上来讲，离开了欧盟的英国呢，确实在世界上选择的并不多啊。所以在很多时候呢，你看，无论在俄乌冲突面前，还是在对于中国的亚太的、印太的问题上，这个英国都跳得非常欢啊，话说得非常狠，甚至比美国都过啊，你就可以理解，重在表演。对于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讲，其中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资本集团的利益啊。那么特拉斯呢，号称是亲商业的，对吧？啊，那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那么这些所谓的利益集团是不会纵容他把这个中英关系搞得太差的，所以他这种内在的稳定性还是有的。所以我对中英关系的前景并不是完全持一种悲观的态度。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天当今的英国政坛，反华成为了一种时尚，这是一种极不健康的，对于英国本国的国家利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的政治言行。特拉斯本人强调，在这个当上首相之后他会把中国描绘成为所谓的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诸如此类。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没有什么新意可言。我认为呢，在入主唐宁街之后呢，特拉斯的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在言论上，特拉斯政府会更加的极端，更加的对华持激烈的批评的立场这一点呢，一方面为了迎合英国保守党内政客和英国政治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迎合他的美国主子的需要。第二点呢，我个人觉着无论是从英国的亚太战略的实际需求出发，还是从英国的国内政治现实的需求出发，我个人觉得英国在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他敢于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根本的原因国与国之间说到底我们还是要讲实力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英国今天它的内外交困的社会政治现状不能够给予它足够的充分的条件来实施它的所谓的对华政策。而且英国呢，非常觊觎中国的国内市场，他们非常希望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分得一杯羹。所以呢，英国挑战中国的核心外交利益的可能性和它的实力，我认为都不大。其实，特拉斯在担任教育部政务次官和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大臣期间，曾多次访华，促成了不少合作，还曾于2016年说过中英关系正进入黄金时期的话。那您如何来解读特拉斯在对华态度上的转变？他上任之后，中英关系是否还存在转机？张女士。其实特拉斯在不同的场合呢，都说过对华政策截然不同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政治的变色龙。那么过去的10年间，他的这个政治立场，包括他的对华政策，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英确实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他呢，当时又是标榜是一个卡梅伦派的这个更新摩登派的这个保守党人，所以他说出了这样当时政治正确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保守党对华势强，它是一个大趋势，所以它也表现出非常鹰派，这也就展示了英国当前面临的这个窘境。由于它最大的这个盟友，他一直认为是自己最重要的这个伙伴、最亲密的伙伴，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其实英国对华政策的这个灵活性在下降，它的这个空间已经非常缩小了。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呢，这个英国也在逐渐的把自己的这个看待中国的这个视角和滤镜向美国贴近。那么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这个英国对华政策，它的这个话语上，它的这个姿态可能会更加的强势。特拉斯的当选将如何影响英美关系也备受关注，因为他的言辞经常超出英国的承诺和美国的政策。如特拉斯就任英国外交大臣时，曾当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面提出质疑，认为英美关系没有那么特殊。华盛顿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做出评价说，特拉斯在对抗拜登政府方面将比约翰逊强硬得多。那您对此怎么看？特拉斯有对美国说不的底气吗？王先生，我觉着没有，因为在现实的条件下呢，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
英国其实已经比较孤立了啊，它所谓的英联邦体系也是属于名存实亡，所以英国呢在这个脱欧后选择了跟美国站队。对于美国这种干涉英国内政的做法，其实英国是很不满意的。说句实话，这个对于这个拜登的这种政府的这种所谓的政策啊，英国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也没有多少反抗的余地，对吧？尽管心里可能也会有不满，但是你说特拉斯就能够更改原来这个历任首相英国的现在的这种政策方向，或者是尤其是改变后脱欧时代的英国的这种政策方向，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再者说了，这也不是他的现在最关心的重点，也不是他所有问题的核心，对吧？终究还要回到自己的内部。虽然特拉斯已顺利从约翰逊手中接过唐宁街10号的钥匙，但近来有欧洲媒体就发文指出，在英国以外很少有国家乐于见到特拉斯上台，就连特拉斯的支持者也预测，他目前出现在全球舞台上的时机不对。各位对此怎么看？如此不受待见的特拉斯任首相的前景如何？无论是这个物价呀、债务啊，对吧？啊，那么包括这种民粹呀，啊，甚至说我们讲的说的现在的能源价格什么这些俄乌冲突带来的各种的这个生产链的这种紊乱等等，那哪个国家没有呢？大家都有。但是为什么英国的情况比人家厉害呢？因为你脱欧了，啊，脱欧带来的后续的麻烦可能要长期发酵，这是英国所有问题的核心。但是谁把英国带上了这个脱欧的路呢？又是保守党。所以呢，它这个自身的矛盾性就在这里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你说这个特拉斯上来合不合适？其实我觉得也合适。这恰恰是英国现在内政外交困局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换句话说，也没有别的选择，可能换谁来都是一样的。特拉斯本人呢，是一个极端政治强硬派的形象，登上英国乃至未来世界政治舞台的。而在这样一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极度的激烈的动荡的年代，英国政客以这样的方式介入世界政治经济，这对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年来随着英国综合国力日渐衰弱，特拉斯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面临着极度困难的，可以说是极具挑战的政治局面。因此，在这样一种客观的现实政治语境下，特拉斯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可以运作的政治空间极度有限。特拉斯政府虽然在言辞上非常激烈，但是在实际行动当中，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和毅力和勇气来实施他们的战略构想，我持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确实是英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幸。我们看到，在过去的6年中，英国已经换了这个4任首相了，可以说这个质量呢是每况愈下。但是呢，英国人确实也没有这样一个很大的选择。那么他们确实国家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的这个巨变当中。那么有些事情呢，可能是超过民众的这个控制。我们知道，英国其实和美国一样，脱欧之后面临一个国家政治也是一个极化的现象。同时呢，它的这个经济问题也非常非常的严峻和深刻。那么特拉斯呢，很难想见他只是一个这个长袖善舞的政客，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远见去带领英国面对现在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难题，所以他的前景确实是不容乐观的。